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新版本7.0版本的一个节，但还没有到赛季更新啊。这里面还是在赛季的前一天，它进行了一个版本更新，让大家去适应这个版本。你可以看到这位绝活哥的话。中路的话是用上了这个青龙刀这件装备啊，来到了一个史诗级的加强。反正好多装备都进行了一些改动，我们到后面陆陆续续的来讲一下这个装备啊有什么效果。对方一直想叠这个被动，尽量不要去给他 Q， 因为他命中英雄或者击杀小兵的话，都是可以获得那个乘数的。像现在这位朔极之刃之矛，朔极之矛这件装备呢，改变了那个合成路径，而且价格的话也降下来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效果，首先还是那个技能级数，就是减 CD， 然后就是那个。在技能命中对方以后，伤害会直接提高3%，然后可以叠加4次，就说你的持续伤害越来越高，或者像潘森或者说鳄鱼吧，这些都会吃到一些。你能立刻叠出它那个4层的话，对吧？后续再看看，等新赛季以后，让那些绝活哥认真的去研究以后，因为像现在的话，有一些绝活哥他会偷偷的就不出来，不掏出来，等那个上分的时候再掏出来。像还有一个点就是现在取消了那个破甲效果。比如说，现在那个兵刃还有大穿甲呀，然后那些装备的一个调整啊，就是穿甲百分比穿甲或者削减百分比那个护甲的那个，像什么大穿甲呀，然后兵刃、借弓、黑切这些装备都是有调整的，就只会触发一件装备，所以这些到时候都是会冲突。但巨蛇之牙那些的话就还好，不影响，因为那个是数值上的护甲穿透，并不是百分比的。这里看一下它出了第一件兵刃以后的效果怎么样。这里的话，第一件准备是青龙刀加星石。对面喜欢叠 Q 的话，就卡兵线就好了，他敢过来就打消耗。只要在塔前的话他就很难受。找机会 Q 到他，消耗一下 WQ 两个2段 Q 中了。像你对线劫的话，你就尽量不要去吃他的2段 Q。他的 WE 直接会给你减速，然后这个过程中呢，往前走 Q 的命中率就会高很多。你看 WQ 一个减速以后再双 Q， 这里接大招，
再大招回来。这里可以看到征服者，然后搭配这件，然后就后续的话不需要去补那种输出符文了，只要保证自己对线3率就可以了。赛季末的最后一天啊，就是牛鬼蛇神都出现了。反正后面录制的几条视频，就很难出现那种赢的舒服的那种，基本上都输得很痛苦。像这局其实到后面也是输的啊，我就这么跟大家偷个底。这局的话，你看4个人头了，队友的话啊，送出去7个了啊。像青龙刀的话，它一成的被动就可以提升3%的伤害，然后4成就12%的那个伤害啊。反正我是啊，不统一说立刻介绍其他装备啊。这个英雄有出，绝猴哥这局有出，我就会去讲他这个出了。然后像玩到射手的时候再去讲那个羊刀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大家会更好的去学习。也因为我这边的话也不可能做到像那种叫什么，像一些直接提取精华，然后2分钟去让你学。说实话，那种是能学得很快，但对于很多普通玩家来说，那是很难受的。为什么？这里的话，大招上来一个大招躲掉对面的后续伤害，这里闪现拉开，汤姆死，完美。这里的话，其实可以交 W， 然后去回家会更快一些。传送的话有点慢。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？我反倒会觉得大家去看这些绝猴哥的实战，才能学到更多。然后对地图的理解，其实就是那句话，3分靠操作。为什么操作呢？因为你要线上嘛，线上对线嘛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滑板鞋伤害很高，但没关系，这边劫的话优势太大了。WQ 的话尽量留 W 一起啊，这样能伤害会更高一些。E 技能可以放也无所谓，但 Q 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尽量是要配合 W 起用，这样伤害的话会有最大化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敢追就可以打的，吃个果子 ，W Q， 然后大招直接收掉了。对方把先锋给 A 出来了。这边队友劣势真的太大了呀。好，接着玩，就是节奏太快了，有时候我说着就必须得打断一下。说回刚刚啊，就是我认为普通玩家看这实战，就是怎么说呢？3分靠操作，然后7分靠整体的一个游戏理解和一个大局观。因为你玩普通的英雄，你就不需要操作了嘛，就放弃了线上操作，更多的是去保证自己的一个正常玩法，然后去整体上去怎么赢游戏。但如果说有那3分操作的话，那肯定是赢得更舒服一些。这里轻轻松松啊，我感觉这个版本的劫确实蛮强的。像这个版本伊泽瑞尔这个英雄真的是登顶 T0啊！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里的话3个人给个大招，把鳄鱼开大了，没收掉，
还回来打，再交闪拉开，再回来，但这样的话得送人头了，大人头给到了对面火男身上，这个鳄鱼太肥了，太肥了，烧不掉。这里的话，我队友又开始了。这个鳄鱼的话是做的日炎哦，我发现现在鳄鱼还不做那个嘛，还不做那个青龙道嘛，这种打法。鳄鱼的话看吧，而且鳄鱼在这个版本的话也是调整了。杰的话，在这个版本有小加强，因为它的那个每秒回复10点能量嘛，现在变成了每秒回复12点。像阿卡丽啊、凯南啊这些都是调整了的，就是能量类的。莫甘娜的话是调整了一下大招啊，莫甘娜的大招啊，就是伤害调高了一些，然后给到大招以后有移速加成了，移速加成变高了。那这样的话，莫甘娜大招不会那么鸡肋了。装备调整的话就很多啊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装备调整说到看到时候。就因为现在说太多也没用啊，必须还是得等到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英雄要出来，就是拿出来玩啊，或者什么的时候才有用。这里的话必须想往后拉，这都给顶到了。像老鼠的话，有可能它必须得做，有时候得舍弃一些，就比如说可能借攻来说它是比较好。就是特效流的话，但是队友没有做重伤的话，这种是不太行。或者让辅助做个反甲，弄个重伤什么的也可以。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好整局的一个规划。说实话，这局已经12-2了，但是队友还是开始点起来了。这种队友，你说，就赛季末是牛鬼蛇神进出的时代。赶紧刷经济，然后把6神装给做出来。4件套了都。我感觉最后一条龙，然后被小火龙拿走了，然后炸了。鳄鱼绕后了，队友的话都不看小地图的，全技。说实话，杰这边的话切掉一个以后就没伤害了。对面有金身，还直接跑掉了。盖伦的话，守不住塔呀，杰一个人很难守塔。还好，这里的话直接肉身进来，一个 QE拉开。
哦，盖伦杀不掉。其实第一时间给他沉默才对的，但可能在 CD 吧。W 过来，直接给大招，但后续没太多伤害，对方个个都有金身哦，难受了。直接 W 过来，火男一套，这里面就是一个伏笔了。火男的大招，不，火男前期吃到了一个大人头啊，他伤害是起来的。如果对面是那种软辅啊，或者是硬辅啊，就是肉辅助啊，或者什么的。不是这种输出负吸这种辅助，都还好。这里面队友的话，没人做重伤哦，反甲也不做。哦，应该是被烫死了。这就是赛季末英雄联盟玩家的一个经典操作。这边准备快6神了，但太难赢了呀。不过前面已经说了，这局是输掉的，所以看到后面其实没有太多的什么一些那个什么了，整体就是一个队友太坑，但打不出优势了。老鼠的话，一个人可以去打上去，但这里面个个都有金身哦，还是很限制这个节。这里强行过来，应该能收掉吧？哦 ，W 收掉了，但后续还是死了。盖伦的话，一个偷塔的盖伦是吧？我就问你，英雄联盟。现在是就是7.0 版本了，我就问大家，你觉得这个版本能偷塔能赢吗？是不行的。想赢的话，最终还是要去拿中立资源。对面人嘛，舒服的要死。这也是我认为在国区吧，就是中国服务区啊，人送外号马服啊。说一件事儿，就是那个皮肤在国际服是可以直接买的，在这边就是要抽，而且是要多花钱。我就这么跟大家讲，就是要多花钱哦。这是最狗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马服，什么叫马服呢？就是马化腾是吧 ？QQ 嘛，腾讯企业。然后马服呢，就是他的名字啊，所以我们叫他马服。就是有个点在马服嘞，有个点就是一旦到了劣势，就各种头像什么什么的。就像人生，你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？所以很多人的人生呢，他一旦到了开局失利，他想就，你以为人生像游戏一样可以重开那些吗？不行的。等你到了30-40岁，你才明白啊，有一些东西你就必须得慢慢的去那个。这里的话上来打一套，又是金身，规避掉伤害。还好还有 Q， 这里的话留后手是一定要的，对方都有金身，你就学会要留后手。然后就是这里的话上来秒掉。
然后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难道你20、30岁，生活过得不如意，你就要重开号干什么事情吗？不可能的，人生不可能有这些啊，不可能像游戏一样。那你玩游戏也是一样的。这里的话，突然来了个电话。这里把远古龙拿下来，如果正常的话，去拿大龙是没问题的。但这里的话，会不会被人马给抢了呢？完了，真被抢了。哦，还好拿下来了，但后续队友掉太多了，血量也不是很健康，没了。这里的话还拉到这边，不然回城的话出来还是能守的。这龙3路兵啊，2路兵线。还有没有机会呢？这边的话下来，哎，没在打。哦，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地图上是有那个盒子一样的，就是你杀掉这野怪啊，或者说队友死掉以后，是能捡到这个一个补给，就是回血回蓝的效果。对面鳄鱼的话一直呆住，杰的话都没有机会去做那个进场。没办法，只能是自己拖一个鳄鱼。哇，队友的话又全死了，哎，还行，对方金身交了，但后续还是被斩杀掉了。兵线进去了，然后游戏结束。这个超级兵的话，没人守的话是，哎，兵线刚刚好出来啊，人马来了。那行了，没了，第1局就到这了。后面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啊。